这画中的哥哥是我的私亲，希望他能养花、喂猫，在廊下打盹，平静的过日子，哪怕1日也好。 你醒了。将军进宫去见吴颖冲了，他吩咐过要待你如客人。我打了盆水给你，把血擦干。你们知道他埋在这里？是。可你们还是要选择在这个宅子里。 是。他的死，你也参与了。慢点儿，大姐。是。但你也必须死。 杨叔，这条街说清静就清静下来了。你想好了，严凤山要和铁木人谈的事情非同一般。你要是闹这么一出，帮了铁木人的使者，再闹出点什么意外。 别说严凤山不会放过你，就是铁墨的杀手们，也会不远万里进到长安杀你。严凤山和铁墨人要谈，
无非就是想让铁墨人出兵攻打白文武，还以北方的国土作为交换，是吗？北面是萧武阳的封地，难以征服，倒不如把它送给铁墨人，让他们烧个寸草不生。严峰山的这点盘算，倒不难猜。而我的计划，只是想让铁墨使节和严峰山在会面之前，我和他见上一面。之后，他可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严峰山身边。你要和铁墨使者谈，出得起价码吗？我自然是出不起。但有人呢？虎班陈之英在此迎接乌隐大人。大人，我认得他，确实是虎贲的人。有劳了。半时辰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去？很意外吗？谋局之人，若不身先士卒的话，旁人又怎么会进得来呀？可我听说你并不会手上功夫啊。我的命还算硬，我还不该死。钦差大人说，你此去的路费全由我们县衙来出，要保障你在路上吃好住好。那就谢谢大人了。还说了，你此去长安呐，会有一个姓李的翰林带诏来接你。这个姓李的，在皇城里那是鼎鼎有名，他亲自接你。钦差大人又说了，还是我的。陛下要亲自接见淮安，吩咐你办一件大事。钦差大人还说了，要你明天就走，一刻也不许停留。淮安，你说过的，你要给我当一辈子主簿的。千万别给他投资自己就耍种主。没关系，都要走了嘛，今晚就让他喝个够。周末，之前我说过，要么留在这里给你当一辈子的主簿，要么直入王庭。其他的路我都不选。今日之前，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淮南。你是个好上司，
也是个好兄弟，给你当主簿，不亏。大人，哭什么呀？这多掏心掏肺呀！我兄弟重情重义，本县哭一下怎么了？哥哥相信，你会早日办好陛下的事，对吧？你和兄弟会早日相聚，对吧？没错。但是未来相聚，也并不一定要回到此处。啊？这是临别赠礼，也并不知道你未来仕途是否会平顺。若是有一天你官做不成了，就将这封信打开，将来相聚也是容易事。好，咱们敬还一杯，好，祝还一飞冲天。淮南好，好地方，山水连绵，情更长。你17岁，一个人背了个破包袱啊，跟个流浪汉似的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淮南来，当了7年主簿，帮过4任县令。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想带你走，你都不愿意。兄弟们知道，你并非是池中之物。大家待您好呢，也不是盼着你哪天飞黄腾达了能帮衬我们，那是真心待你好。但是你这个小子，你跟我们有距离。是啊，可我本就是这么个人嘛。哎呦，你慢一点啊！好，你躺在这儿，数星星。哎呀，星星啊，星星，你干嘛那么远？跟长安一样远。你差不多得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只有2条路可以选吗？为什么？我是罪臣之后，15年前，加州蒙冤被灭门，我侥幸活了下来。自此以后，一直东躲西藏，在山野里面风餐露宿，在芦苇岛上做水上人。这样的日子，只要走错一步，就会陷于死地。你家里是得罪什么权贵了吗？帝朝最大的权贵，虎贲首领严凤山。严凤山，那可是权倾朝野啊！可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了，萧无阳以武人的身份登基，他是容不下这个严凤山的。我不知道他要我办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举荐了我。可这是我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抓住。哇，你是想去平反冤情啊？人都死了，平反有什么用呢？我是去复仇的。
快回去好好休息吧，咱就睡2、3个时辰，明天早上屯门口送你啊。好，你们也快回去吧。好。行了，别哭丧着脸了啊。走了。挪动屋。本来回来的就晚了，还不睡觉，天都快亮了。不睡了。拿鸡蛋干嘛呀？淮安明天进京，我想着给他拿点鸡蛋。这样，你把鸡蛋拿去煮了，明天让他带着路上吃。上京路上这么远，鸡蛋煮好没几天就坏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就给他拿生鸡蛋，等他想吃的时候啊，点个篝火，烧点热水，一煮就行了。说的在理，不愧是娘子。一边去。怎么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鸡这会儿就要下蛋了，多带几个给回来。怎么，舍不得我走？要我把命留在这里？站住！坐下。
看过了。淮南信息闭塞，我是靠过期的底炮推断出长安的变化。可你早就知道了，周末这个名字是假的吧？我是个虎贲，我没骗你，我也没骗浩然他们。平时展现在你们面前的，也是我的真性情。只是我在认识你们之前就是虎贲了。我的命是严凤山将军救的，我曾经在他面前发过誓要效忠他。你那会儿讲你的身世的时候，我真的惊呆了。没想到我的兄弟竟然是刘子温的后人，这是老天在捉弄我吗？淮安，虽然我是个虎贲，可至今为止我还没杀过任何一个人。想不到今天第一天开张就要杀自己的兄弟，贼老天！藏在地巢官场里的暗卫，应该有很多吧？很多。他们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罩在整个地巢的上空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确实是上天捉弄。本以为要在这里当一辈子的主簿，却没想到，还是算了吧。那这样，喝一碗断义酒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，生死亦无悔。一杯生，一杯死。来吧，淮安。生，给你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母亲死在了北方。10岁那年，我父亲也死了。是整个虎贲联合起来叛变杀了他。我不能死，我要去向虎贲复仇。遇到一个杀一个。直到杀光他们为止。
登峰而造即为治，止于无欲而明明德，因明而正，因正而大，正大而光明。我就是那烈火，燃尽誓不舍，无心般的一样出世，做万物，做成就伏太极。是人们颠倒神像，被我记住在身上，去见面面造之地。对书上填满了道理，人眼中沾满了目的。在某点掉的人幻想过破了魂，他们俯仰在心中，心不起口，念不清坐在原宇宙。观天地众人造着梦，没托你哭还痛不痛？心不言是天说，黄金是黄不舍的，忘我无念如何？飞蛾拥住炉火，融进酒下佛，今日还只是我。快！不疯的，你别追了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个疯子，你离我远点！放心吧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。又是副总了，小点声，当心他盯上你了。不疯的，王法禁杀牛，犯禁杀者诛之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喊什么喊呀？你自己看看你的牛，吃了有毒的饲料才会这样。要不是我在，你这牛早就没了，还在那吼。没死啊，没死，就是药力未过，估摸着1个时辰就能醒了。这山上我都转悠这么多圈了，也没见过这么毒的草。这牛今天去哪儿了？就在这附近。哎，对了，我呀每天晚上给它加对料。带我去看看。那咱走了，这牛怎么办？这牛……哎，老赵，还在呢，帮忙看一下牛，等牛醒了给张老汉送回去。哼，我才不干呢！你。听说你们家那羊拉肚子了？哎，别，不干啊！下次再说吧。那有事去医馆找我啊！走吧。上义难自在，城中盘似汉。宁舍羊于虎，莫招疯子来。若遇不拔毛。平天3分晒。大家伙都知道，这羊乃是上义县城的阳县令。这虎则是上义周边唯一的一伙马匪赵四虎。不
拔毛，则是大雁飞过都要拔一层毛的少侠傅天。但咱们今儿啊，不说旁人，单说说这福生福疯子。要说这福疯子呀，可是这四害里边最有趣的一位。大家伙可知道他有趣在何处？不知道啊，没人敢找他看病。是啊，那为什么没人找他看病啊？哎，哪位问的？这儿。福疯子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福生，他们只是想多活几年。你说哪个被你医治过的人，不是只剩下半条命了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要是不救他们，他们连命都没了。之前其实也还好，可5年前你跟那游方郎中学的走火入魔，非拿尸体解剖练手。你爹福医师啊，怕你乱挖尸体出事儿，厚着脸皮去杨县令那给你求了个令史的缺，将这上亿恨死的尸体都交给你检验。你是不知道，自那之后，大家都说你疯了，给死人看病，那这活人我就更不敢找你了。我那真的是在做学问。你要是不信，下次我解剖尸体的时候，你把大家伙都叫上一块看。啊，算了吧，好活着不好吗？西川城主府，上邑可有个有名的服役师？有的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铜镜，看一看。我说我脸怎么这么麻呢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乱吃东西，就不听劝，天天胡诌什么万物皆可入药，总有一天要死你。会。你就是服役师啊？若您找的是上邑城最有名的服役师，那便是他了。哦，你是找找我的？我不就是服役师吗？哪儿不舒服啊？偏头痛，大多在双侧颞部、头顶以及前额部位。如果剧烈运动或是生气烦躁时会加重。颈部和枕部可有疼痛啊？这个倒是较为少见。这黄帝内经有云：诸风有眩，皆属于肝；髓海不足，则头转耳鸣；颈酸有眩，则目无所视。你这病特别好治，不过你要先转过去。转过去？放松啊！哎，福疯子，你干什么呢？这可是西川城的特使大人。若有什么闪失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哎呀，这位军爷稍安勿躁。这特使大人是被我施针之后气血上有同步，所以才晕倒了。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有这功夫，你把人扶走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一点，轻点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可不能走。若是这位大人醒了，看不见你，那我们可就要麻烦了。我真的有要事在身，他要是醒了要找我的话，你带他去我家里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也回去吧啊。可是你爹呢？哦，我爹那个账回头我给你补上，哪次不是我补的？好了。西川是，好像听过。回来啦！这么多人啊，干嘛呢？是张医师，你也在呢。
张医师，张医师，张医师，死了，爹，爹。你干嘛？特使大人，您好点没有？谁说病人是我啊？啊？那个庸医呢？穿过医馆街路口第2家服饰医馆。你这个庸医，给我滚出来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城中出了桩蹊跷案子。什么意思？今日午时，城中医师尽数暴毙，衙役检查死状，初步断定是中毒而亡。全死了？是，但大人放心，小人已命人封锁消息。只是现场有2位幸存者，不大好办。是谁？一位是令氏福生。福生？那他爹福医师也在其中？在，也已经死了。怎么会如此啊？大人，现场的另一个人恐怕更不好办。谁？西川郡主文觉。郡主牵扯其中，一旦处理不当，我这小小的上亿如何承担得起？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郡主牵扯其中。大人说的是。不如我们当它是一桩仇杀了结了吧。令史福生，你可知罪？案发之时，你就在现场，是最有时间和机会给众医师下毒的人。我听闻你与众医师之间早有不和，今日他们在医馆议事，却唯独没有叫你，你便怀恨在心，毒杀了众医师，是这样吗？我下毒？你只需告诉我你在不在现场。在啊。你懂毒吗？会用毒吗？这董一自然就懂毒。他承认了。记。哎，好。大人，我觉得您这是一叶障目。就算平日里我与他们不和，但也没有必要因此生恨，更没有必要杀他们。我没这个动机啊。你只要承认与他们有仇便可。大人，死者当中有我父亲，我总不可能杀自己亲爹吧？福生啊，你身为医师，空有一身本事，而你爹却不让你巡诊，想必你早就记恨于心了。发起疯来杀了亲爹，这有可能吗？来人，给福生签字画押，收押入牢，3日后复审。就结案了？哎，这不签，你们上议就是这么审案的吗？哎，快住手！不得无礼！
你是这儿的县令？小人是这儿的师爷。师爷，怪不得。若是一县之父母官如此断案，那这上亿的冤案卷宗岂不是落得比成本还要高了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扶疯子可是本一案唯一的疑犯。等会儿，这不是扶医师，他是那个疯医扶疯子。你也听过他的名号啊？此人正是扶医师的独子扶生。就是你这个庸医耽误我找人，受死吧！大人，大人，夫人难产，快不行了！大人，快去找扶医师吧，他医术高明，或许还有一些生机。扶医师都已经死了。那就去医馆去，张医师、李医师，随便哪个过来试试。他们全都已经死了。要不找个医牛的试试，总比医师两命强啊！兽医怎么医人呢？你找兽医还不如找扶疯子呢。对，找扶疯子，找扶疯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这特使大人好像跟扶生有仇啊！进来就抓住他砍。特使大人，在下姓杨，是上邑的县令。少废话，快帮我抓住这个庸医！大人，你看好，我可不是扶生。我们就口边站。老爷，夫人流了好多血。杨先生，你就在一边看热闹，还不给我拿下！是错了，是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敢打我？大人多有得罪，实在是夫人难产，人命关天。待扶生救了夫人之后，要杀要剐，我绝不阻挠。行吧，先让他们把我放开。松开！本使还不屑于趁人之危。扶生，快跟我走！谁难产？我夫人。夫人睁睁眼，夫人再坚持一下。夫人流了好多血，怎么办？夫人是不是快死了？夫人要是救不活，我也活不成。快！老爷，回事？这儿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大出血，把我魔给吓晕过去了。老爷，您快救救夫人呀！我哪懂什么救人？扶医师正在救吗？不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烧壶开水，拿我药箱。是。扶生，我夫人身体如何？大人，也实话跟您讲，夫人盆骨狭小，现下羊水已经快流干了，腹中胎儿肯定是活不长啊。传统接生的话，恐怕一尸两命啊。老爷，老爷。要如何在1炷香之内才能保大又保小？按常理来说，持刀下腹，顺着肌肉，开腹之后便会取出胎儿。胎儿是逆位，难怪无法顺产。早，胎死腹中。不行，再来一次。方法是对的，但手法太慢。
再来一次。成了。 老爷，怎么样？现在只有一个搏命的办法。福生，你尽力去医治，在此，杨某人谢过了。但是大人，你得先答应我，待会儿我伸手医治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打扰我。好，走。 天上贵，走地仙，满地黄金铺西川，西川门前是怀砖，卖得洛阳半边天。好，西川南，西川县，西川吃人不眨眼，斗志禅心金不换，那件白骨也。郭爸妈，你少在这唬人！我唬人？ 听说过禅心经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1小厘米就能换10倍黄金，你见过？曾在西川得偿一见。你去过西川？当然。可我怎么听说这西川城啊封锁森严，外人难以进入啊？ 这是我拿到西川世袭之后写下的心得，而且我这里面还收录了西川城内冀北商会的悬赏令，收各者其之1磅。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完成悬赏任务者可获西川世袭，从此飞黄腾达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 我要！我哎，别抢地了！哎，都有。先来！我大哥，上亿来了头肥羊。你们继续吃。不准继续！说过多少次，不许在我弟弟面前说这些。 忘记了，大哥，下回注意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听手下的兄弟说，上亿来了头肥羊，就不准这苏屋里。有多烦？虽然就来了几个人，但是却把整个苏屋的上等房全包下来了。听有的兄弟说，包裹里还有金子。你们跟着我之前，江湖人称什么？关中双雄。狗熊的熊吧？找个东西都找不到。大人，不是我等不尽力，实在是此事太过蹊跷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那些医师就已经离奇身死了。我们刚得知玉盘就在那些医师手中，这么快就有人先一步动手了？难道还有旁人得到了线索？大人，我发现近日西川发布的悬赏令上，居然也有文雀玉盘的悬赏。会不会有人先我们一步拿到了玉盘，才下此毒手？有这个可能。文雀玉盘至关重要，即便医师死了，我们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大人，现在线索断了，咱们怎么找？老子死了找儿子呀！挨家挨户搜啊！不用麻烦了。这事儿我倒能帮帮忙。阁下可是在找这个？
你见过？这个是……哎，你别动那个。说吧，在哪儿？哎呦，不急，先谈谈价钱，我帮你整。你打算出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西川的悬赏令，找到玉盘给这个数，我要2倍。我给你3倍。说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耍我！我只在悬赏令上见过这玉盘的纹样，可没说见过实物。剁了！哎，阁下且慢动手。我虽不知道玉盘在哪儿，但只要在上亿，我一定能帮你找到。就凭你？阁下初来此地，怕是没听过我的名头。我顾天乃上亿四海之首，人送外号顾拔毛。这里的人没一个我没登门过的，他们的家眷亲属几何、姻亲、债务，我更是如数家珍。可以这么说，在上亿，我若是找不到东西，没第2个人能找到。唉，这上亿是个小地方，你们一群生面孔满街找东西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再找起来，可真是难如登天了。坐。说，找到需要多久啊？10天，最多10天，最多3天。大哥，这么多人家一家一家的查，纵使我有人手，也需要时间啊。给他拿笔墨。是。你把上亿所有的医师、地址、姓名都给我列出来。行。这些就是上亿所有医师家的地址。就这些？嗯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你我首尾同时查，3天足矣。那行，你从尾查，我从头查，咱俩1人1半。你若是诓骗我，我就把你剁成肉泥喂野狗。放心。大人，此人可信吗？你说呢？跟着呀！是。查去。是。林叔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什么买卖啊？陪我去找那扶疯子。哎，大哥，这扶疯子恐怕是找不见了。什么？他跑了？比那还糟，他叫官府给抓走了，说他是那个百亿案的凶手。这扶疯子疯是疯了点，但也不至于杀这么多人吧？哥，你今天见过他吗？见过，我们还打了一架。啊？你这个坏人，才这么会儿功夫，就挣到了奴家几年都赚不了的银钱。
你们给我快点啊！顾天，你给我开门！顾天，老娘请你来表演的，不是你春光初现，正是温香软玉好睡眠的时候。顾天，开门！给我抓住他！腰部应有扭伤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。看落点应是左侧髋骨先落于麻袋卸力，然后翻滚于地面。哎呀，哎，疯子，拉我一把。哦，来，小王八蛋，敢耍老娘！疯子，快把他给我抓住！你的债我给你清了。还有这好事呢？就你这身板，还在妓院生长。哎，不是我，是我爹，那就更不关你的事儿了。哎，别走啊！这有句俗话说得好，父债子偿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当真不让？不能让，让了我怎么还债啊？百戏啊，百戏即是百计。若是想瞧了我，也不要后悔啊。左肩上提前倾，右肩下沉回撤，左脚前掌蹬地发力。你的招数。怎么样？这次换我扶你一把。不用你扶，我也不服。动作，哎，这个是，哎，你别动那个，哎，都跟你说了别动。这小子全是空架子，没一点真本事。来，带走。是。你们小心点儿。哎，人帮你抓着了，那我爹的账是不是可以清了？全部勾销。真没想到你和你爹都挺有本事的，记得常来哦。我就算了。我看他的样子像是从城外回来的。云叔，哎，你去查查他今天见过谁，把那些人都带回来，要快。好，大哥，我这就去办。县令，怎么样了？还在医治，但是他承诺会保住我孩子性命。你就那么相信那小子的医术？万一他救不活呢？这扶疯子啊，就是看病的手段怪了一些，但是在他手上没有看不好的病人。他这么厉害？他的师傅啊，可是神医华佗的传人呢。福生自然也学了了不起的本事。大人，何事？来了几个人，声称是白案的人证。台下何人？草民顾天，身旁这两位是百医案人证，他们可以证明福生并非下毒之人。起来，如实说来。大人，民女是苏屋的帮厨，福医师昨日在苏屋订了一桌宴席，约好午时来，可到了52刻还没见着人，老板娘便遣我去催问。我去的路上正好就遇见了刚从城外采药回来的福生，老板娘让我问问你爹还用不用饭了。他订宴席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现在整个商业的医师应该都在你家，好像是研究什么药材吧。哦，我说他怎么把我吃出来呢？那我更得快点回去。等等我！民女便与福生一道去往医馆的方向。正好就碰到了这位大人。你就是福医师？啊，
确实如此，还顺手把我给弄晕了。浮生离开时大概是54克，他回到医馆大概是55克。我晕了1刻钟左右，大约是在50的5刻醒来，随后便去了医馆，应该就比那浮生慢了半刻钟左右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若是浮生下的毒，他需要在这半刻钟之内完成。这可能吗？这半刻虽短，也不能证明不是浮生下的毒啊。若是他蓄谋已久，在出生前下的毒呢？浮疯子是疯，但他又不傻。浮医师是他亲爹，他好端端的毒害他爹干什么？你刚刚也说了，他是个疯子。万一他今天就是疯病犯了呢？万一？这审案讲的是证据，哪来什么万一不万一的？是，小人失言。那浮生去城外是做什么的？可有见过什么人？大人，草民见到他了。今天一早，傅医师非说我那牛病了，他还给我那牛啊开肠破肚，取出了有毒的豆子，他还让我带他到我们村子里去找投毒的人。对，就这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钱，养2头牛。有一头是隔壁老胡家的，我们俩为了节省材料，共建了1个牛棚。昨天晚上，我给牛添料，看老胡家这槽子里啊有豆子，就想让我那牛也吃点。即使豆子有毒，这人吃了可真麻烦，赶紧去看看。吉时已到，下葬吧。且慢！浮疯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开棺验尸。各位村民啊，这浮疯子啊，还担着县衙令史的职务，这验尸啊，本来就是他的本职。我啊，作为一村的里正，也不想看着村民死的是不明不白啊。这既然如此，开棺！诸位请看啊，眼睛发黄，面部青紫，且带有浮肿，而且我断定这腹中还有残毒，拿银针一试便知。真的有，变黑了，真正要了他性命的是草木。这人命关天的案子，他就给破了，太神了！这疯子既能医病又能断案，倒是有点本事啊。是啊，他是何时离开这村子的？应该是4正。倒是跟遇到小厨娘的时间基本吻合。若真是如你所言，他在城外待了这么久，又毫无急迫感，说明这回城的时间对他来讲并不重要。若他真是要下毒的话，必定会赶在午时众医师吃饭之前回来。所以说，这时间对不上啊。师爷，我听起来也觉得浮生应是无罪的呀。哎呀，大人，若不把浮生认定为凶手，郡主卷入此事之中，将是更大的麻烦。大人，此案疑点重重，浮生断无时间作案，你们抓错人了。谁告诉你我抓了浮生的？况且仅凭这2人之言，也不能证明浮生一定是无罪的呀。有没有人过来帮忙啊？出了何事？我先要一个胆大心细手不抖的人过来帮我。我去。哎，大人不可，不吉利呀。那我去。不行，你是男子，如何进得了产房？我来帮你。听说你医术神通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不怕血吧？不怕。那就给他走。情况紧急，我只说一次。待会儿我会从这个位置下刀，待我把肚子划开之后，你帮我撑着2片皮肉，我把孩子一取出来，立刻把脐带剪断，然后把婴儿取走，听懂了吗？
不用怕。怕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你最好别出什么错，否则杨县令会找你拼命哦。人命关天，先救人。怎么这么久啊？怎么样了？让您久等了。是儿子。儿子，我杨家有后了，杨家有后了。对了，夫人，我夫人如何？夫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身子有点虚。我已留了药方，到时候让下人们照方煎药，切记伤口不要沾水，否则会溃烂流脓，有生命危险。好，好，夫人，你是我杨家的大恩人呐。大人，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夫生有一事相求。来，起来。你说，请大人将此案交于我手。我想要为夫查出真凶，洗刷冤屈。福生，你刚刚明明已经认罪，衙役何在？在。押福生签字画押。且慢，此案疑点众多，怎可如此草率结案？大人，让福生查案，怕是不合规矩啊。大人，师爷抓我有3个缘由，但福生想查案，更有3条理由。福生，我那3个缘由条条在理，可没有瞎说吧？师爷，我这3个理由更是字字肺腑。哎，你有什么？我本是本县令史，查验尸体本就是我职责所在。其2，死者是我父亲，出于孝义，我也该查出真凶，为父报仇。至于这其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是本案嫌犯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急切的想要查明真相，自证清白。不知道我这把剑还要处理多少条人命。每一份努力背后的荣耀，坚定着心愿，破云霄。